今天给大家聊聊借国家呀，这个武将牛逼了。借国家是三国杀里面非常具有争议的一个武将，很多朋友觉得他是个不动白啊，纯牛马呀，纯坑队友的四害武将。还有朋友觉得借国家他是机智的神，真正的配合概念神呢，这两方就吵得不可开交啊。但我觉得其实没必要吵，这两种情况它是同时存在的，并不矛盾。不过我觉得前者我也不怕得罪人啊，就那些认为借国家纯牛马四害的朋友，那游戏理解肯定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他们分不清补牌和传牌的区别，也意识不到在三国杀这个游戏中传递关键牌以及打阵容配合的重要性。你要问我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觉得，我的回答是斗地主玩多了，就没玩过其他模式的国家。斗地主这么一个娱乐模式，盲选武将的，那有什么配合可言呢？你在这种模式里面，那借国家确实是四害。我话说在前面啊，借国家它是一个被很多玩家严重低估的配合将，它很牛逼，不跟你嘻嘻哈哈啊。当然初版借国家有一说一，确实不行，国家突破很早了，14年第一波经验突破它就有了，但有归有，说实话它有了还不如没有呢。它这个都不是如突了，它纯的负面突破呀。天度没变，遗迹变成了当你受到一点伤害后，你可以摸2张牌，然后你可以在至多2名其他角色的武将牌旁分别扣制至多2张手牌，这些角色的下个魔牌阶段开始时获得这些牌。咱都知道标遗迹啊，它只能分你遗迹直接摸上来的2张牌，不能任意分配手牌。而这版借国家呢，所有手牌随便分啊，一个人还能分2张，对吧？2个人一次你总共可以分4张，但是呢，你分的这些牌只能放在他们的武将牌旁，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及时拿到，只能在下个魔牌阶段开始时获得。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及时性了呀。那你及时性都没有，你还搁这分啥呢？就这一点我觉得就足以杀死这个武将了。人家要你分牌就是图个及时啊。我原上射箭啊，箭在弦上了，感觉呢都出来了，这你给我的牌到手再射吗？来不及了呀哥，等死吧。还搁这下个魔牌阶段呢？哪有下个魔牌阶段？这版借国家没啥说的，就这一点他就走远了。那时间过渡到18年啊，咱今天的主角也就登场了，新借国家。这版国家的技能它也没比标国家的技能描述多几个字，天度依旧没变，遗迹变成了当你受到一点伤害后，你可以摸2张牌，然后你可以将至多2张手牌交给1至2名其他角色。对，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即卖即分，而且所有手牌都能分。那有朋友说了，这借国家也没比标国家强多少呀，这补牌量没有增加，还是2张。那讲道理啊，你说补牌这2个字格局那就小了呀。借国家的这个遗迹那哪是补牌呀，它能传递自己手中的关键牌 K 牌。对，以前标国家呢卖起来很局限，有些牌你卖出来你给出去其实也没啥用，就全看脸。而借国家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自己虚报呀，手里面捏张南蛮啊，捏张什么万剑铁锁，看情况就给队友传递一下信号，让队友刷你，这个时候你就能把手里面关键的伤害牌传到人家手上。这是一个常态的玩法，但也不重要。我之前讲标国家的时候提到过，国家这个将它大多数时候它都是一个阵容将，它的发挥取决于它的阵容，有阵容有搭配它就牛逼。对，你看这一局啊，己方一个袁绍，一个借国家，对方一个五路迅，一个朴元，这都不是一个次元的武将啊，激光剑打原始人。但没关系啊，我袁绍乱击通过国家的遗迹传给我的同花色关键牌，直接就能一轮把敌方2个人全都给放死啊！你武庙系列也没有用，我就用这个原始时期的硬棒就硬敲你，我也能把你给敲死。这就是袁绍和借国家这2个机智武将的配合。袁绍咱就不说了，这局的另外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借国家的这个传递关键牌的能力，因为22排位能通牌，那国家就能根据你袁绍的手牌结构遗迹给你袁绍需要的牌。那反观标国家就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这把袁绍光有排量不行，还要确保一直同花色不断，而国家呢就能把这个同花色精准的传到你手上，及时传递关键牌比单纯的补牌可要强太多了。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也是让大家好理解，现在环境能跟借国家打配合的武将太多了，各个服都有，根本说不完。最经典的有这个排位模式中的1号位李儒，4号位国家，还有什么国家马良啊、李典国家呀、online 的国家马城，全是配合，太多了。你只要有爆发啊，手上有个 AK， 那你就能刷国家。打借国家
总是不亏的，不能说一定赚吧，但它负收益的几率非常低。那为什么能配合起来呢？原因就是因为郭嘉他能传关键牌，他能把桃子把酒转化成高质量的关键牌传到队友手上，就那么简单。三国杀这个游戏啊，用牌是有边际效应的。你有一手牌不一定强，因为你可能就用不出去几张，但如果你有一手高质量的关键牌，你再怎么玩也都有发挥。 OK 啊，这是接国家。锦囊妙策，终定社稷，依此计行，辽东可定。天意如此嘛，那就这样吧。